欢迎大家来到老爸的时光，把美食带进你的厨房。咱们年后家里肯定都剩了好多鸡蛋，所以今天就教大家做一道鸡蛋牛奶早餐蛋糕，就是早晨起来很多朋友喜欢吃的那种袋装的纯蛋糕。自己做的这个湿润暄软，和买的一样，但是没有杂七杂八的材料，更健康，也不是很甜，配上一杯牛奶，美滋滋。首先是准备8个鸡蛋，用稍微大点的，大概总重500克。先把蛋黄和蛋白分开，放蛋白的碗要干净，用稍微大一点的，后续好操作。那最近呢，也是有1个月没有发视频了，是因为老爷子的手受伤了，缝了8针，最近也是恢复的差不多了，但也是只能分享一些做蛋糕的视频，像揉面的话还是不行，等过段时间完全恢复了，再给大家分享一些面食的做法。那等鸡蛋分好了之后先放在一旁。接下来是加入80克的油，可以用味道比较清淡的比如玉米油。油只需要加热到80-90度，就是把手放在上面，感觉有热气开始往上冒的时候就差不多了。如果有温度表的话，测一下最好。加热好了之后就立马加入120克的面粉，搅拌均匀。用咱们普通做包子馒头的中筋粉，或者是做蛋糕用的低筋粉都行。这种做法就和商场里卖的那种特别火的古早蛋糕的做法很类似。做蛋糕其实做法都差不多的但是这种家庭的做法会更简单一些。那加入完面粉，把材料搅拌到不烫手了，就再加入80克的牛奶，还有1大勺约40克的麦芽糖。没有麦芽糖，我觉着用蜂蜜也可以，但是蜂蜜比麦芽糖会更甜一些。那借助余温把材料搅拌均匀之后再和刚才的蛋黄混在一起，同样搅拌均匀，就可以放在一旁备用了。接下来就是打发蛋白，是加入80克的白砂糖，再加入一点点柠檬汁，或者是白醋，或者是做蛋糕专用的塔塔粉，这3种任选其一。取来打蛋器，先开低速，防止材料飞溅，然后转到高速持续打发，大概就2-3分钟的时间打到中性发泡，就是打蛋器拿出来带有这种弯钩状就好了。如果还有流动性就是没打发到位，那就再打发一会儿。如果是尖尖的，就是打发过了，可能会塌陷，也可能会开裂，但还能凑合吃。如果是严重过度就会变得很稀，就算失败了打发好了之后，就先取1/3的蛋白和刚才第一份材料混合一下。混合材料的时候要注意速度稍微快一点，不要在材料里面搅拌，用抄底翻拌的方式翻拌均匀。那做蛋糕前面这几步还是挺简单的保证咱们用到的碗打蛋器干净，蛋白分离的时候不要混入蛋黄。翻拌材料的时候稍微快一点，做上几次肯定就没问题了。熟练之后10来分钟就能做好。那简单混合之后，就把2份材料都混在一起，同样用抄底翻拌的方式翻拌均匀。混合材料这一步就控制在2-3分钟之内吧，用稍微大点的碗好操作一些。混合好之后，就倒在盘子里，放入烤箱去烤了。烤箱记得提前要把温度预热好。视频里用的这个烤盘呢，是32厘米乘26厘米的，只要是和这个差不多大小的都行。记得烤盘里面垫上烘焙用的纸，方便烤好之后取出来，倒入材料，轻震几下，排出多余气体，送入烤箱。做蛋糕的重点其实还是烤，做法都大同小异。这道蛋糕如果是烤箱能上下独立控温，就稍微简单一点。以80升的烤箱为例，就是把上面的温度预热到200度，下面的温度预热到120度，把蛋糕放在烤箱的中层，先烤10分钟。10分钟之后上下都调到150度，再烤50分钟，总共1个小时。烤的时候不要打开烤箱。不能独立控温的烤箱呢，就只能上下都用200度了。10分钟之后转到150度，再烤50分钟。
但是需要在这个盘子下面再放一个更大的盘子，里面加点水，把下面的温度降下来才行。那如果是40-50升的这种小烤箱，就整体的温度再降个10到20度，这个就看自己的情况调整。再小的话，这个盘子就放不进去了啊。蛋糕烤好之后啊，趁热在盘子里拿出来，盖上一张纸，自然放凉。放凉之后切一下，分好包起来，放在冰箱里保存。口感湿润暄软，就和外面卖的那种袋儿装的早餐蛋糕口感一样啊。但是自己做的这个更加健康一些，没有杂七杂八的东西，而且呢也不是很甜，加杯牛奶刚刚好。正好过完年了啊，家里的鸡蛋也比较多，做上3-5个放在冰箱里吃1个星期没问题，当个早餐美滋滋。好了，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，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有文字版的配料，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。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，记得帮忙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那今天的这期美食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啊，也祝大家生活愉快。